因為買到一把卡殼的突擊步槍，眼前的精神小伙正在向黑心商家討要說法，而老板卻趁機以老顧客半價的名義，又強買強賣給他一些改裝配件。扎克明明知道黑心老板是在故意坑他錢，但你絕對猜不到他接下来是怎麼幹的，因為扎克根本就没打算掏錢。I'll take it. 扎克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他有着十分嚴重的心理障礙。1個小時前，剛刚用那把卡殼的 M416親手幹掉了自己的心理醫生。這會兒特警們正在追查他的下落，卻沒想到又被這小子給逃了。真的難以想象，一個心理扭曲的殺人狂扛着把機關槍究竟要幹點啥呢？反恐特警組查到扎克得的是雙向情感障礙，說白了就是同時擁有抑鬱和狂躁2種人格。這種人可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。可還沒等特警們這邊查出線索，扎克又開始作妖了。這次他要報復的是前女友，但可惜的是人家躲起來了。於是扎克不甘心的四處尋人，結果前女友沒找到，卻把特警給判来了。克里斯繼續追捕逃跑的扎克，馬德則留下安撫群眾尋找那位前女友。原來這老娘們一直都藏在這兒呀。另一邊，克里斯在追捕時與扎克扭打在一起，打鬥中雙方都被卸掉了武器，變成了貼身肉搏。儘管克里斯身手了得，但她畢竟是個女人，天生就沒有老爺們力氣大，所以很快就落了下風。多虧馬德及時增援，才嚇退了那小子。但這樣一搞，克里斯的心態也崩了。本來女特警在隊裡就不太受待見，克里斯這個人又死要面子，每次出任務都盡可能的讓自己不失誤，所以接下來他絕逼要親手抓到扎克。而此時的扎克也盯上了下一個目標。哦，不对，不是一個，而是一群。扎克在路邊準備先填饱肚子，順便給攤雞蛋餅的小販兒講了自己從小就受虐待的悲慘經歷，長大後愛情、事業、家庭也屢屢不順，結果就变成了現在這個不招人待見的損仔。小販兒越聽越覺得上頭，好家伙，感情你小子是要吃霸王餐呀？卻沒想到扎克竟然十分客氣地付了錢。Keep it. 走之前，扎克留下一句話，他要在死之前幹掉許多公交車上的人。小販兒本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原則，他報警了。反恐特警組提前向全市2000多名公交司機發出了通知，只要扎克敢露頭，特警組馬上就會出動。克里斯這次勢必要一雪前恥。到了晚高峰時段，扎克果然上了公交車，好在首站上車的只有14個人，但下一站是北好萊塢站點，所以潛在傷亡者直接飆升到上百人了。這就是扎克為什麼沒有立刻動手的原因。趁此機會，總部接通了公交司機的電話，將殺人狂的事情委婉地告知女司機，讓她控制情緒，配合特警。If you understand everything I just said, say I'm on my way. I'm on my way. 很快，公交車就駛入了一條施工路段，因此被迫改变了路線。毋庸置疑，這是特警組提前計劃好的，所有人都嚴陣以待。但偏偏這個時候，扎克也察覺到了事情不大對。公交車來到了一個幾千秒紅燈的路口，特警們按計劃在車上放好了定向爆破炸彈。接下來，只要司機將車門打開，特警立刻投放閃光彈，這時車窗也同步炸碎。一系列操作都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，扎克根本沒來得及拿起槍，就被首當其衝的克里斯給拿下了。克里斯長長的舒了一口氣，心想總算他媽的在這群老爺們面前找回了點面子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